注意看，二师兄歪着头，不可置信地盯着火箭，这样的大角度中弹，你都能打进，真是太欺负人了。这是2016年伦敦大师赛，宾汉姆遭遇了那个对他血脉压制的男人，一杆精准的远台，火箭正式上手，属于二师兄的郁闷时刻也随之而来。嚯，这样的大角度还要发力去打，火箭面对宾汉姆真的是怎么打怎么赢。这粒进球被导播重复播放了5次之多。连续3杆逆天的准度，直接点燃了现场观众和解说的激情。几百人的现场，只有二师兄一个人高兴不起来。已经大比分4比1领先的火箭，本局已经落后44分。面对台面仅剩42分的情况，仍然没有打算让出一局，这也造就了斯诺克史上经典的一局逆风翻盘。好球，母球3库绕台衔接最后一颗红球，粉球的位置就是绝佳的斯诺克屏障，看看火箭能否一杆作死。红球还没停下，现场的观众就已经激动地喊出来，很难想象宾汉姆要承受的压力，全场都在期待火箭的胜利，简直是杀人诛心。二师兄拥有一流高手的实力，但每次遭遇火箭，功力都要打个对折，这份冤枉还找不到地方说理，太惨了。导播给出了一库解球的线路，其实二师兄手握超分优势，而且这个斯诺克也不算难，只要不被罚分，被动的还是奥沙利文。但是血脉压制这件事情真的不讲道理。母球毫不犹豫地冲着底带而去，自己有实力发挥不出来，对手还怎么打怎么赢。罚掉4分的同时还送上一个手板球，二师兄只能对自己生着闷气。黑球流出了向上的角度，这杆黄球能否顺利到位，就是本局制胜的关键。太可惜了，白球没能避开咖啡球，进攻也无法继续。看来幸运女神也想再给二师兄一次机会。Nope, he's prepared to wait. His feed of Mr. Brown there. 抬手就是一杆斯诺克，不过看火箭的表情，似乎并不太满意。Really vital passage of play. He's got himself back into the frame. 25 in it, 27 on Bingham in another snooker. Unless you can just see the side of the yellow. Yeah, I think there might be a gap there. He'd have to swerve it. Depends where they finish. Could have been worse. But he might be in trouble again after this one, once he lines the balls up down the middle of the table. 好球，火箭真的打嗨了，连杆斯诺克也是招数。宾汉姆能硬气的扛住压力吗？二师兄终究还是手软了，没能让母球沉底，给火箭露出了底带的机会。那这一局基本就算交代在这里。斯诺克界有一句名言，最惨不过宾汉姆。二师兄无论是球技还是性格都没有毛病，但是老天给他安排了2位克星，一个火箭，一个希金斯。更致命的是，他们3个还交情匪浅，球场上逃不过的受伤，生活上也是如此。经常输球的二师兄，还要反过来请自己的克星喝酒吃饭。宾汉姆曾经开玩笑说，大家可能觉得赛场上要赢他们很难，可是对我来说，最难的是生活上要跟他们做朋友。二师兄的玩笑话，真是道尽了自己的心酸。Perfect angle to drop it in from that. I mean, how is he going to win the frame from here, David? Great play, that's how he done it. Hang on, where's that white? Where's that cue ball? 最后的粉球还差点翻车，如果白球真的摔带，那二师兄就白捡了一局胜利。Well, still expect him to knock this in. Well, some of the balls he's potted already, he would, but this is to lead 5-1. This is for a real hammer blow. 打进黑球，现场观众几乎要把房顶掀翻。这一局火箭的表现确实精彩，配得上观众如此疯狂的热爱。Left O'Sullivan needing a snooker. He got the snooker. 这是火箭铁了心要输掉的比赛。当制胜的黑球被精准无误地送到袋里，伴随着全场1000人惊叹的惋惜，他却第一时间赶紧握手认输，甚至以离谱的超光速收拾好东西，头也不回地潇洒离场。火箭这诡异的举动瞬间引来无数谩骂，不仅明目张胆打底上，
甚至完全不尊重中国观众。但事后得知真相的球迷却反而为他竖起了拇指。这是火箭职业生涯奖金最低的一个赛季，因为饱受家庭问题的困扰，还有孩子抚养权的争夺，他甚至在开赛前一天才临时得到通知，前妻已经正式跟他对簿公堂，所以他根本没有时间打完全场比赛。但是想让火箭用这个理由退赛，先抛开交罚款不谈，那颗骄傲的自尊心首先就不答应，所以向来不走寻常路的他，选择把这个一战成名的机会留给中国小将。但是他做噩梦都没有想到，即使已经放了整个太平洋的水，自己还要忍痛拿下3局，眼瞅着赛点局都到了最后的清场环节，这位扶不起的阿斗还是逼他耗尽了最后一丝耐心。看这个效果，手软了。一杆简单的红教皇愣是没能避开绿球的魔爪，但这也确实可以理解，毕竟当年田副主任还是初入江湖，本身自己就是持外卡参赛，对手还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火箭，能不哆嗦正常打完比赛就已经是可圈可点。反正他现在只管放心去打，火老师的饼很快就会喂到嘴里。他本来可以1库解的，我看非得2库解，这是意图啊，就是非要2库解球的意图无需多言，就是为了把母球沉底的同时，让黄球直接露出机会。但是这一单却意外的将绿球踢到了库边，感觉火箭想输一次球，整个世界都在跟他作对。虽然现在打进黄球难度不大，但是要同时衔接绿球，确实有点太为难当时的田鹏飞。这要是能够战胜奥沙利文的话，这是何等的荣耀啊！火箭此时估计都要炸了，到底谁在给谁喂毒？现在直接送给我地区手中球，是逼着我还要再跟你打1局。火老师这次牺牲太大了，为了输一盘球，还要搭上中代王子的一世英名。小甜甜真是太幸福了，都知道想赢球的火箭非常恐怖，今天终于见识了要输球的他原来更加决绝。这个球我就得说了，徐指导，这个我现在10杆能进个5、6杆。力量太大了。田鹏飞很认真的想做斯诺克，可惜能力实在有限。不过这样效果反而更好，要不然火箭想给他送袋口球，还真就没有那么容易。机会吧，这就是斯诺克第一人的实力，不仅母球想去哪就去哪，就算是目标球，也能分毫不差的送到他想送到的任何位置。沉住气，定神儿。这球只要是白球别吸库就可以啊。还是吸对。解说这嘴怕是开过光吧？刚说别吸库就偏偏吸住。恭喜田副主任上手怒砍2颗，然后立马奖励自己一个斯诺克大餐。我真担心火箭会立马晕死过去，因为剧情一直朝着他的对立面发展。好球，看效果，有进攻的机会了。奥沙利文还会给机会吗？解说这句话都多余趣味，火箭费了半天的牛劲，还差这最后一哆嗦，除非他真的耐心已经耗尽，并且有更快输球的绝世妙计。这个数次把胜果拱手送到田鹏飞的这个手边啊，这送到家门口的这个礼不拿合适。这是全场最开心的时刻，但就在火箭满心欢喜，心想终于可以完美落幕之时，田鹏飞又狠狠给了他2个大耳刮子。实在忍无可忍时，那就真的无需再忍。火箭简单的算分之后，他还是觉得自己动手来的更猛。如此火热的进攻手法，可想而知火箭一直憋着有多难受。现在52比57，只要顺利收下篮球和粉球，就正好可以领先6分。不过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最后的7分球还要精准无误送到袋口，甚至丝毫不给对手反应的时间，就要立马握手认输，因为这可能真的超出了火箭的忍耐范围，他不允许还有任何意外的发生。不过好在最后事情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其实就是一个为了孩子的任性父亲做了一件还挺人们的事情。表演一个。这是怎么回事？哪里直接握手啊？这个也挺奇怪的啊。那这样，田鹏飞是在今天的比赛中5比3靠了一个超大的冷门战胜了奥沙利文。这是火箭和老马的双人封神局，
黑球下方明明没有球位，母球也照样能硬塞进去，角度和力度都已经碰到了极致。看到火箭亮出自己的杀招，马叔自然也要秀一秀马手绝活。就是这完全不讲道理的准。休息区的火箭迷之一笑，咱俩加起来都快100岁了，你怎么还在耍10几岁的童子功？但是老马还没过瘾，还要附赠一个买1送1。又来。这是2022年巡回锦标赛，手握赛点的火箭打算一招秒杀，而永不服输的老马肯定不能让老伙计轻松如愿，于是才有了这最强矛与盾一战。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堪称当代斯诺克教科书水准。这样的一库解球要看运气了。老马这杆不仅解得滴水不漏，而且还差点成功反做，火箭只能继续在防守中等待机会。很可惜，回防线路没能避开黄球。可能对于其他球员来说，这个落点还相对安全，但如果是老马那变态的准，那就另当别论。绝了，年近半百还能打得穿眼，准一时或许不算太难，但是能准一辈子，估计也就只有马叔这独此一家。不过这杆是带着后手，并没有彩球可以衔接，现在也只能转入防守。漂亮，母球轻贴绿球堪称完美。现在老马成功拿到防守主动权，而且火箭如果稍有不慎，要么解到以后容易漏机会，要么就是解不到还可能送上自由球。强如火箭也没有奇迹，黄球最终还是漏了。不过这个大反脚难度不小，看看老马能否一杆拿下。马叔愣在原地，母球落点是奔着较为绿球而去。可能他就没想过这球还能拖吧。万幸的是运气不错，黄球的落点非常安全。来确认一下传到粉球之后的这个位置啊。真的太硬了，角度和力度都已经碰到了极致。普天之下也就只有火箭有这个本事。对付老马最好的办法就是完全不给他任何进攻的机会。果然还是火箭最克老马，一杆炸裂的斯诺克不仅逼到老马罚了6分，还乖乖的送上了自由球大礼。但是老马却丝毫不慌，因为现在火箭只有黑球可以击打。不过这么小的角度，想要绕台去叫黄球，根本就是天方夜谭。而事实也确实如此。纠结过后的火箭，最终还是选择复位让老马重解。打黑球不能用黑球来形成斯诺克，这是常规情况下，除非是剩最后2颗，有这个特殊的情况。特殊的规则，选择复位。这就是顶尖高手的对决，仅有一次的失误参考，老马不仅成功解决，还要直接反做火箭一。这就太疯狂了！虽然黄球离袋口如此的近，但是想打进却又无比的远。应该没有完全贴住啊，但是想打到下球点也是比较难，有一点点的缝隙。这场比赛不管是进攻端还是防守端啊，质量非常的高，也很精彩。我觉得能够熬夜看这场比赛，看完它的所有的朋友都很值。老马也没有盲目相信自己的准度，这种球型如果强拼，那真的该去好好看看脑袋。这个横台没过去啊，但是我们看绿球有没有帮忙。火箭这杆防的其实没有任何毛病，不仅母球贴库，而且黄球还是一个大反脚。正常人肯定想着如何防守一杆，但是正如开篇大家看到的一样，老马的绝活就是你敢露头，我就绝对不会为所。简直太准了！火箭忍不住发笑，老伙计还是这么暴躁。
眼前浮现这30年一起征战的时光，好像除了已经花白的胡须，骨子里仍然是那个倔强少年。马叔的2只眼睛就像戴着瞄准镜一样。又来，完全不讲道理的主，如果没有753姐，真的很难想象斯诺克会少了多少经典画面。憨准帮的马桂莲，6扇门的张海根，6边形全能的大火箭，还有将斯诺克推向大众的丁俊晖。很庆幸能生在这个年代，我们的青春有他们陪伴。需要打进粉球，比赛将来到决胜局的争夺。